硅基晚8点第24期，先看盘，比特币64123美元，比昨天收盘高半个百分点。市场心情27分，从极度恐惧回到恐惧。今晚3条主线，全世界最要紧的那条海峡可能要重新开门，油价一夜崩了。美国第一支现货比特币 ETF 宣布关门清盘，还有美国的职位空缺又降温了。一条一条说。头条第一条，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要重新开门，油价一夜崩了。据 Axios 报道，美国、伊朗和阿曼正在接近一份临时协议，美方希望在周3宣布。草案的安排是这样：阿曼和伊朗做一个为期60天、到期可延长的临时通航安排，进港的船走北边伊朗水域的航道，出港的船走南边阿曼水域的航道。60天里不收通行费，30天内开始清理中央航道的水雷。市场的反应比外交辞令快得多。周二，布伦特原油跌3.11美元，跌幅3.7%，收在80.66美元。美国的西德州原油跌3.58美元，跌幅4.5%，收在76.76美元。两个基准都是3周以来最低。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，伊朗很快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，称自己只在和阿曼谈海峡重开，协议没签，通航也没恢复正常。为什么这条排在第一？因为霍尔木兹是全球每天约1/5的海运石油必须通过的那道门，门堵着，油价就是所有物价的上游，运费、机票、化肥、电费，最后都会走进通胀数据。而通胀决定利率，利率就是全世界所有风险资产，包括比特币的定价尺子。所以今晚这条不是中东新闻，是所有人的价格新闻。头条第2条，美国出现了第一支被清盘的现货比特币 ETF。Hashdex 公司8月3号宣布关闭并清算它的比特币 ETF， 代码 DFI。时间表很具体，8月17号是最后一个交易日，之后停止申购，从交易所摘牌，卖掉托管里的225枚比特币，大约8月28号把现金分给持有人。截至7月30号，这支基金的全部规模只有1470万美元。它的资历其实很老，2022年作为期货基金起步，2024年3月转成现货。CoinDesk 的说法是，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支清盘的现货比特币基金。但这不代表比特币 ETF 这门生意不行了，恰恰相反。整个赛道上市以来，累计净流入517亿美元。最新一个交易日，注意口径 ，ETF 资金流是 T+1，最新的一天就是上一个美股交易日，12只现货 ETF 合计净流入2.11亿美元，贝莱德的艾比特一家就拿走1.70亿，占80%。这就是赢家通知钱不是没来，是全涌进最大的那2-3只，剩下的基金规模上不去，管理费覆盖不了成本，只能关门。所以买一只 ETF， 你选的不只是它装着什么资产，还有这只基金活不活得下去。数据追踪台，今天凌晨，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6月的职位空缺数据，也就是 JOLTS。第一个数，6月职位空缺736万个，预期740万个。5月修正后是754万个，低于预期，也低于上个月。第二个数，一个月净减少17.8万个岗位。第三个数是参照物，2022年春天的峰值约1200万个，4年下来，招聘需求少了差不多40%。职位空缺是就业市场的领先指标，公司先减少招人，往往比动手裁员早得多。它降温，说明劳动力市场在慢慢松动。对美联储来说，这是通胀那一边的对手戏。全球联动，隔夜美股再创新高，标普500指数收在7737点，是2个月来第一次刷新收盘纪录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首次收在54000点上方。同一晚，加密市场几乎没动，比特币在64000美元附近横着走。同一条消息，两个市场的反应为什么差这么远？股市买的是成本，油价下来，等于给企业的运输、原料和能源账单同时打折，盈利预期立刻上修。加密要的不是成本下降，是钱变便宜，也就是降息。而这一晚，市场对利率的压注方向恰恰是反着的。比特币小课堂第23课，一只 ETF 清盘了，我的钱去哪儿？第一 ，ETF 只是一个装资产的壳，壳关掉，里面的东西不会消失，基金公司会把底层资产卖掉，按每股净值把现金还给你。第二，流程是固定的，先公告，再停止新增申购。然后是一个最后交易日，那天之前你可以像平常一样卖掉份额，过了那天就只能等清算分配。
第三，麻烦不再赔钱，在被动你在别人选的时点被换成了现金，可能产生一笔应税的处置，还得重新决定这笔钱去哪儿。所以挑基金的时候，规模和存活能力本身就是一项风险。今晚附题11条。第一，美国参议员沃伦和布鲁门萨尔致信证监会，要求调查特朗普的命币。信中援引投资者损失约38亿美元，发行方获利约6亿3600万美元。第二，加密市场结构法案 Clarity 在参议院继续搁置，卡点是特朗普家族的加密收益该怎么写进利益冲突条款。第三 ，Solana 社区在推2份提案，把每天销毁的手续费从约650枚提到9000枚，并把通胀下限提前3年到2029年，但每天仍新增约6万枚，光靠销毁不会通缩。第四，西联汇款推出 Stable Card， 收款人可以直接收他发行的美元稳定币，再刷 Visa， 首批37个市场。第五，矿企 Mora 5小时内把6000枚比特币约3.85亿美元转给合作机构 Two Prime， 他此前投资过对方，转账不等于卖出。第六，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2季度把贝莱德比特币 ETF 的持仓砍掉94%，同时把以太坊 ETF 持仓翻了3倍。第七，德州州长下令暂停新数据中心的并网审批，排队项目超过1800个，合计474吉瓦。第八，阿波罗和黑石正在为 Anthropic 张罗约360亿美元债务买谷歌芯片，落地就是私募信贷的新纪录。第九，办公软件 Airtable 被收购，企业价值12.85亿美元，而2021年底它的融资估值是117亿。第十 ，SpaceX 上市后第一份财报，营收同比增长92%，约55亿美元，净亏损5.41亿美元。第11，马斯克在同一场电话会上的评论，把美国电信股砸了下去，威瑞森、AT&T 和 T-Mobile 当天跌超4%。追踪剧场，今天有新事实的2条线。第一条 ，Cold Card 硬件钱包漏洞，第7天。今天的新变化来自官方、开发方公开发出通告，敦促受影响型号的用户立刻升级固件，重新生成种子，再把资金转过去，因为漏洞仍在被利用中，不是一起已经结束的事故。第二条，美联储利率路径，第4天。堪萨斯城联储主席施密德公开表示，需要某种形式的收紧才能把偏高的通胀压回2%。他不认为现在的政策算有限制性，还点名人工智能的巨额投资本身可能就是通胀来源。据统计，他是第5位公开倾向收紧的联储官员，不过他今年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投票权。今日变化榜5项今天确实动了，而且前面没讲过的读数。第一，比特币在整个加密市场里的市值占比升到 56.59%，3天连升，钱再往大的那一头缩。第二，全网算力948 EH 每秒，前天还是905，这种1成上下的日间摆动式统计噪音，不是矿场搬家。第三，下一次挖矿难度预计上调 1.3%， 昨天的预估还是 1.15%。第四，以太坊现货 ETF 最新一个交易日净流入5310万美元，上一个交易日还是净流出1190万。第五 ，USDT 流通量一天减少约 1.45 亿美元，同期 USDC 小幅增加。明日数据日历。第一，今晚10点，美国7月 ISM 服务业指数，服务业占美国经济80%，它比制造业更能代表全局，2颗星。第二，明天晚上8点半，美国上周初请失业金人数，今天的空缺数据刚刚降温，这是同一条线上的高频验证，2颗星。第三，明天稳定币发行商 Circle 公布财报，链上美元这门生意到底赚不赚钱，这是第一手的账本，2颗星。第四，9月16号下一次美联储议息，智商所联邦基金期货显示，市场压住加息的概率约80%，按兵不动约2成，降息接近于0。昨天这个数还是6成出头，3颗星。这些一有结果，明晚8点第一时间解读。数据纵深，今晚2组数。第一组有余额的比特币地址数，最新一天，也就是8月4号是5670万个，5天前5697万，1周前5696万，5天少了约27万个地址。这是 T 减1口径，而且要小心解读，地址不等于人，减少更可能是小额地址被合并或清空，不能直接读成有人离场。
第二组，把比特币的3条成本线摆在一起，从2018年起，每天定投的平均成本是15950美元，200日均线70838美元，200周均线63571美元。今天的价格正好夹在2条长期均线中间，比200日线还差 9.4%， 比200周线高不到1个百分点。同一枚币，用8年的尺子看是大赚，用半年的尺子看还在水下。孤零零一个数字没有意义，参照物才是内容。基金会关门，比特币不会。你更信自己保管还是信 ETF？ 评论区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硅基晚8点第24期，每晚8点把今天的市场讲成人话，不猜涨跌，只讲明白。最后提醒，以上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加密资产波动巨大，请独立判断，量力而行。我们明天晚8点见。